话说，在那大清朝紫禁冷宫这地方，白天听不见鸟叫，晚上尽是些疯女人的哭笑声，连吹过的风都带着股子经年累月的霉味儿和一股子绝望的死气。就在这么个活死人墓里，咱们那位曾经风光无限的乌拉那拉如意，外头响起了沉重又迟疑的脚步声，的人正是凌云彻。您细瞧这位凌大人，这会儿他还不是什么御前红人，不过是个看守冷宫、被人瞧不起的穷侍卫。他那身藏青色的官服袖口都磨秃了，露出一截子粗糙的棉絮，手上生满了冻疮，红肿的像几根胡萝卜，在大腿根处蹭了蹭，似乎想取点暖。他手里端着个粗瓷大碗，碗边还豁了个口子，里头盛着半碗清汤寡水挂面，上头飘着2根发黄的菜叶子，还有丁点儿不见油花的油星子。就这么个寒碜到极点的物件，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却是这冷宫里最稀罕的宝贝。这凌云彻隔着那道锈迹斑斑的铁栅栏，把碗轻轻往石台上一磕，发出一声闷响。如意闻声转过头，那眼神里先是带了一丝防备，接着又透出一股子读书人的清高和落魄后的凄楚。他没说话，只是盯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面，鼻翼微微动了动。这哪是吃面啊，这是在闻活人的气息。凌云彻这小子这时候心里其实打着鼓呢，他低着头，不敢正眼看这位废妃，可那眼角的余光却一直在如意那双虽然生了冻疮，却依然端庄白皙的手上打转。他心里琢磨的是，这位主虽说是落了难，可那股子劲儿还没倒，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万一哪天翻了身，我这半碗面就是救命的情分。这在咱们现代职场上怎么讲？这就是典型的冷灶思维。当大家伙儿都去巴结那些如日中天的老总时，你得有那个眼光，瞧准了那个暂时被下放但手里有硬功夫的经理。你这时候递过去的一杯热茶，可比人家辉煌时你送的一座金山都值钱。凌云彻这碗面看似是同情，实则是一场赌博，他在赌这个女人的命硬能熬过这漫长的冬夜。如意最后还是动了筷子，他那拿筷子的手势，即便是在这破屋烂瓦底下，依旧稳当，脊梁骨挺得直直的，这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教养，也是他最后的尊严。他挑起一根面，轻轻吹了吹，那热气模糊了他的眉眼。凌云彻就蹲在门槛外面，听着里头细微的咀嚼声，他自己其实也饿得前胸贴后背，可他愣是没动，反而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踏实，又像是给自己找了个奔头。您看，这人情世故里的深意就在这儿了。当一个人跌到谷底的时候，你别跟他讲大道理，也别给他画大饼，你得给他点实实在在的能暖胃的东西。这种微小而确定的温暖，最容易击碎一个人的心房。凌云彻这一蹲，不仅是守着一个囚犯，他是把自己这辈子的时运跟这个吃面的女人死死地扣在了一起。可他那时候哪里懂得，这世间的债最难还的就是情债，而这深宫里的火一旦烧起来，最先化成灰的往往是那个在寒夜里递火把的小人物。面吃完了，如意搁下筷子，轻轻说了声多谢。就这2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千斤重担一样压在了凌云彻的肩膀上。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嘿嘿干笑了一声，没说话，拎起空碗就往黑暗里走。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特别单薄，甚至有点猥琐，但那步子明显轻快了不少。这一部分咱们得看明白，凌云彻此时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其实都在释放一个信号，他认命了，但他不甘心。他选择在这个最没人瞧得起的地方，种下一颗叫怜悯的种子。可他不知道的是，这颗种子以后长出来的，不是避雨的大树，而是要了他命的毒藤。您说，这凌云彻到底是聪明呢，还是糊涂？
这碗面下肚，如意是活过来了，可凌云彻的安稳日子也算是彻底到头了。咱们这回书说到这儿，得先留个扣子。凌云彻为了这碗面，接下来在冷宫里替如意挡了多少阴招？他又怎么为了给如意弄点好吃的，把自己的青梅竹马味燕丸给弄丢了呢？话说这如意咽下了那碗面，胃里有了热气，这冷宫里的冰霜仿佛也化开了那么一丁点儿。凌云彻这小子打那天起，心就不在那冷邦邦的宫墙外头了，他那双眼珠子总是隔三差五往那扇破的不能再破的小窗里偷瞄。您各位且细看，这凌云彻在窗外转悠的时候，手脚总有些局促，一会儿拽那皱巴巴的衣角，一会儿又把那把破佩刀往身后藏。他这种小动作，在咱们现在这社会里看，那叫起了执念。他心里那个小九九开始变了，原先是觉得这费飞是个能投资的绩优股，可这人嘛，肉长的，每天看着一个那样高洁，即便落魄了还把帕子洗得干干净净晾在枯枝上的女人，他心里的那杆秤就斜了。这时候的凌云彻开始干出一件最让明白人摇头的事儿，他开始拿自己那点子微薄的俸禄去买通那些管膳食的、管采买的小太监，就为了给如意弄点能见着油花的肉末，或者一星半点儿的御寒炭火。这可就引出了咱们要说的第二个关键点，这世上最贵的单就是跨阶层的同情。凌云彻这时候其实是在自毁前程。您想想，他是什么身份？一个最底层的保安，本来也就是混口饭吃，指望着家里那个青梅竹马味燕丸能给他带点温情。可这会儿，他把攒着给燕丸买绒花、攒着成亲的银子，全填进了如意这个无底洞。咱们细品一个细节，有一回，魏燕婉大冷天的跑来找他，给他递了个热乎的包子，眼神里满是期望。可凌云彻呢？他那心思早飞了，敷衍的接过来，眼神还往如意那边的院墙上飘。燕婉那手在寒风里僵了一下，指甲盖都抠进了掌心里，那是心寒啊！这在职场里怎么说？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你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甚至可能带不来回报的高层博弈，去牺牲掉那个最该守护的后方。凌云彻以为自己是在做救世主，其实他是在给自己挖坑。咱们再说如意，如意那是什么人？那是打小在权谋堆里抛大的，他能看不出凌云彻的异样。可如意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忍的自私，他不拒绝凌云彻的好，甚至在凌云彻递进那点腌菜、那几块碎炭的时候，他会回一个极其温婉，甚至带着点依赖的眼神。这个眼神可了不得，他是凌云彻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最致命的毒药。如意在想什么？他在想，在这人吃人的冷宫里，这就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我得抓紧了。现实生活中，咱们也常瞧见这种事儿，有些大佬落难了，对身边嘘寒问暖的小卒子那是百般夸奖，许下无数空头支票。小卒子就真以为自己是人家的心腹了，没日没夜的卖命，却忘了阶级这道鸿沟，是你一碗面、几块炭就能填平的吗？最让人生气的是，凌云彻为了保住如意在冷宫里的那点体面，不惜去顶撞那些看人下菜碟的掌事公公。您瞧，当那个满脸横肉的公公把如意辛苦绣出来的帕子扔在泥地里，还啐了一口痰的时候，凌云彻那拳头攥得死紧，骨节啪嗒啪嗒响，眼里那火都要喷出来了。他最后竟然憋着气，低三下四的去捡起那帕子，还给人公公塞了半个月的酒钱，陪着笑脸说好话。等转过头对着如意，他却把帕子洗得干干净净，笑着说人家夸你绣得好。这叫什么？这就是职场里的过度代入。你替你的领导背了锅，受了气，还没让人知道，你以为这是忠诚，其实这在上位者眼里就是你分内的事儿，甚至是你这种底层人本该受的委屈。
如意接过帕子的时候，手指轻轻碰到了凌云彻那粗糙的手背，凌云彻整个人像过电一样僵在那儿。那一刻，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殊不知，这正是他万劫不复的开始。话说这世上的事儿，最怕的就是痴心换了绝情。凌云彻在冷宫门口那没日没夜的守着，熬得眼珠子都红了，终于盼来了如意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您各位且看那个场面，圣旨下达到冷宫门口的时候，满地的枯叶被那股子肃杀又威严的气势卷得乱飞。如意换上了绣着繁复花纹的旗装，虽然身子骨还削瘦，但那下巴一抬，通身那股子皇后的气派就又回来了。她跨出冷宫大门的那一刻，凌云彻正跪在台阶边上，脑袋深深地埋在泥土地里。如意的斜肩儿从他眼皮子底下轻轻划过，那一抹淡青色的缎面，干净的刺眼，跟凌云彻那双沾满泥点的官靴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如意停了停脚步，垂下眼帘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但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疏离。他只说了一句走吧，凌云彻的心就跟着那叫帘子一起晃荡。他知道这碗面的情分以后得换个法子还了。可这时候咱们得把镜头转一转，看看那躲在红墙阴影里的魏燕婉。这魏燕婉当初为了上位，那是狠了心把凌云彻推开的，可女人心海底针，她自己可以不要凌云彻，却受不了凌云彻把原本给她的那份心全掏给了如意。他看着如意风风光光回宫，看着凌云彻像条忠犬一样亦步亦趋的跟着，他那口牙都要咬碎了。咱们细看一个细节，魏燕婉站在长街尽头，手里死死攥着那枚凌云彻送他的红宝石戒指，指甲盖儿把掌心都掐白了。这在现实生活里叫什么？这就是典型的我可以不爱你，但你不能不被我掌控。魏燕婉这种人，他是把感情当成博弈的筹码的，当他发现这枚筹码不仅失效了，还成了别人的助力，他的报复心就像毒蛇一样爬出了洞口。凌云彻回宫后，如意确实没亏待他，给他提了职，让他当了御前侍卫。您瞧他在那乾清宫门口站岗的样子，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却总带着股子散不去的忧郁。他这种性格在职场里最容易吃亏，他太重情而轻了职守。他总觉得如意在后宫受了气，他得守着，殊不知这后宫的主子是皇上。皇上那是何等样人？那是一眼里不揉沙子的种。皇上看着凌云彻看如意的眼神，虽然表面上没说，但心里那根刺已经扎下了。咱们细品皇上路过凌云彻身边时的那个冷哼，他没看凌云彻，只是整了整袖口，那意思就是你这奴才心长毛了。这其实是在映射一种极度危险的职场关系。你虽然帮了老板的爱将，但如果你表现的比老板还关心这位爱将，那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最精彩的莫过于如意和凌云彻在御花园的一次偶遇。那时候正是寒冬，如意在赏梅，凌云彻就在10步远的地方守着。如意折了一枝梅花，随手递给身边的宫女，可那眼神却不经意间在凌云彻身上停了那么半秒。就这半秒钟，被躲在假山后头的魏燕婉瞧个正着。魏燕婉那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她想，既然你们要有这种柏拉图式的深情，那我就给你们添一把火，让这火把你们全烧成灰。她开始在后宫里散布谣言，说这冷宫里的2、3载不仅是同甘共苦，更是干柴烈火。这种话对于一个极度自负又多疑的皇帝来说，简直就是催命符。话说这皇权富贵里头，最让人胆寒的不是那冷冰冰的铡刀，而是大人物心里头那股子见不得光的阴毒。咱们上回书说到，凌云彻那不知死活的深情，终于在魏燕婉的挑拨下，
把皇上心里那头名为猜忌的恶兽给彻底唤醒了。您各位且搬个小板凳坐稳了，今天咱们要撕开的这一页，那可是整部《甄嬛传》后续故事里最让人脊背发凉、最伤天害理的一段孽债。皇上到底是怎么对付凌云彻的？他没拔刀，没赐鸩酒，也没把凌云彻发配宁古塔。他给凌云彻安排了一条比凌迟还要千刀万剐的路，加官进爵，晋升当太监，还要赐名叫小玲子，打发到如意的翊坤宫去当差。咱们先得把皇上这深不见底的心理给掰碎了、揉烂了看看。你以为皇上只是单纯的吃醋？错了，这在咱们现实的人情世故和高层博弈里，这叫绝对权力的精神阉割。皇上那是什么人？那是全天下最大的老板，天下所有的好东西，包括人，都得是他的私产。他看凌云彻，就像看一只不知天高地厚、妄图染指主人珍宝的看门狗。皇上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如意清高，知道凌云彻隐忍，这俩人肉体上绝对清白，但这恰恰是皇上最忌讳的。肉体的背叛他能一刀砍了，可这种精神上的灵魂共鸣他砍不到。所以这位天下最大的老板用了一种最变态的职场霸凌手段。你不是觉得自己是个能护着他的男人吗？你不是觉得你们之间有那点子纯洁无瑕的知己情分吗？好，我就把代表你男人尊严的那部分生生割去，再把你塞到他跟前去端茶倒水。我要让你们天天见面，让你们每一次对视都像在油锅里煎熬。我要让你们的每一丝情分都沾上尿骚味和无尽的耻辱。这就好比在现实的职场里，大老板发现两个得力干将私下结党营私，互相欣赏，老板不直接开除你们，而是把其中一个降职成另一个的贴身保洁员，让你们在昔日的情分和今日的尊卑中互相折磨。这种杀人诛心的手段才叫真正的狠辣。咱们把镜头切到凌云彻进翊坤宫当差的那一天，各位看官，您细听那脚底下传来的动静，再也不是从前当御前侍卫时那千层底官靴踩在青砖上咔嗒咔嗒那般掷地有声、威风凛凛的动静了，换成了一双太监特有的软底子黑布鞋，走起路来悄无声息，就像个没有重量的游魂。凌云彻踏进门槛的那一刻，外头正飘着零星的雪粒子，他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太监袍子，这料子比他以前的侍卫服还要好些，可穿在他身上就像套着一层剥不下来的脸服。您细看他的身段，原本那挺得像长枪一样的脊梁骨塌了，原本习惯性放在腰间按着刀柄的左手，现在只能空落地，局促地捏着袖口。那个袖口被他攥得死紧，骨节泛出一种没有血色的苍白。他连头都不敢抬，就那么低眉顺眼地走进去，膝盖一弯，重重地磕在冰冷的金砖上。那一声响，在这死寂的翊坤宫里，简直像一声闷雷。这时候，咱们得拿放大镜去照照如意那个动作。如意原本正端着一个定窑的白瓷茶盏，听到那句破了音、带着无尽屈辱的奴才小玲子给皇后娘娘请安，她那原本稳如泰山的手极其细微地抖了一下，就这一下，茶水溅出来2滴，落在她那名贵的赤金护甲上，滚烫。可如意硬生生把这股子烫给咽了下去，她不能喊，不能哭，甚至连眼圈都不能红，因为这屋子里站着的每一个宫女太监都是皇上的眼睛。他只能死死地盯着凌云彻那顶太监的帽子，那眼神里有什么？有震惊，有心碎，有深深的自责，更有一种看见同类被权力的车轮碾成肉泥时的无力感。他咽下一口唾沫，喉咙里像吞了一把碎玻璃，半天才挤出一句起来吧。您品品这3个字，这是这世上最虚伪也最残忍的3个字。
凌云彻怎么起得来？他这辈子在如意面前算是永远的跪下了。这中间藏着的现实映射，那是直戳人的肺管子。咱们在生活中有时候帮人帮到了骨髓里，觉得自己是为了仗义，是为了爱情。可你一旦越了界，触碰到了更高阶层的利益底线，人家反手就能把你拍成一只蛆虫。凌云彻就是不懂这个规矩，他以为用命去护着一个女人是浪漫，却不知道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底层男人的浪漫是最不值钱的催命符。他此刻跪在地上，眼神死死地盯着如意鞋尖上那颗珍珠，他不敢往上看，他怕看到如意眼里的怜悯。对一个男人来说，女人的同情一旦变成了纯粹的怜悯和愧疚，那这感情就彻底死了，臭了。从前的冷宫里，他虽然卑微，但他是施恩者，他站着，如意坐着。现在如意高高在上当着皇后，他却成了一个连男人都不是的残缺玩意儿。这身份的彻底调转和毁灭，把两人之间最后一点体面撕得粉碎。这就叫作茧自缚，叫命运的翻云覆雨手。皇上这招诛心之论，不仅阉割了凌云彻的身体，更是直接阉割了如意反抗的意志。如意看着眼前的小玲子，他知道自己如果再敢对凌云彻有一丝一毫的特殊关照，明天凌云彻的命就得搭进去。于是为了保住凌云彻的残命，如意只能逼着自己变成最冷酷无情的主子，天天变着法的使唤他，无视他。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呼吸着一样的空气，心却隔着一条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黄泉路。这种近在咫尺却又万劫不复的撕裂感，才是黄泉对人性最极致的嘲弄。话说这紫禁城里头，最不缺的就是冤魂，最不值钱的也就是人命。咱们上回书说到，凌云彻被那高高在上的黄泉生生折辱成了一个废人，在翊坤宫里过着连狗都不如的日子。可您以为皇上这就拔出心里的那根刺了吗？大错特错！这世上最可怕的病叫帝王的疑心病，只要凌云彻这人在如意跟前多喘一口气，皇上心里的那把邪火就永远灭不下去。终于，这股火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凌云彻被麻绳一捆，像拖死狗一样给扔进了那暗无天日，连活人进去都得包层皮的慎刑司。各位老少爷们，您且闭上眼寻思寻思，那是个什么去处？那地方常年不见天日，墙缝里渗出来的水都带着股子腥臭的血腥味儿。地上铺着的烂稻草，早就被不知多少代囚犯的脓血给浸透了，踩上去黏糊糊的。凌云彻就蜷缩在那堆烂草里，身上被打得没一块好肉，旧伤落着新伤，稍微一动弹，那骨头缝里都透着钻心的疼。可您瞧他的脸，那张满是污血和泥垢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恐，反倒透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这叫什么？这就叫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连最宝贵的尊严和男人的根基都被活活剜去了，这副皮囊多受点罪少受点罪，对他来说早就无关痛痒了。就在这死寂的只能听见老鼠磨牙声的牢房里，突然一股子极其微弱却又极其清冽的香气顺着那锈迹斑斑的铁门缝隙飘了进来。凌云彻那原本已经快要涣散的眼神猛地聚拢了一下，他的鼻翼极其艰难地吸动着，像是一条缺氧的鱼在水面上贪婪地汲取着空气。那是梅花的香气，是那种在冰天雪地里冻透了的，带着一股子冷傲和决绝的梅花香。在这屎尿齐流、腐肉横生的慎刑司里，这股香气简直就像是9天之上的仙气，突兀的让人心酸。凌云彻太熟悉这个味道了，那是如意身上的味道，是当年冷宫里那几株枯枝上绽放出来的味道。伴随着这股子梅花香，一阵轻微却沉稳的脚步声停在了牢门外。
来的人不是如意，如意是断然来不了的，来的是如意这一生中最铁的盟友，也是后宫里下手最稳准狠的海兰。海兰披着一件鸦青色的羽纱大氅，手里捧着一小只刚折下来的绿萼梅，她就那么冷冷地站在牢门外，像是一个来收命的活阎王，又像是一个来普度众生的活菩萨。咱们现在得把海兰和凌云彻这隔着铁栅栏的对视，给拿显微镜好好照一照。海兰看着烂泥一样的凌云彻，眼神里没有半点女人家常有的悲悯，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残酷的理智。他开口的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温柔，但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他说，只要你活着，姐姐就永远洗不清身上的脏水，你活一天就是往她心窝子里捅一刀。各位听众，您细品品这句话，这在咱们现实的人情世故和职场倾轧中，映射了一个多么让人不寒而栗的潜规则。这就叫神仙打架，凡人背锅，若想保帅，必先弃卒。在庞大的利益集团或者高层权力的博弈里，当一个底层小人物不知不觉卷入其中，甚至成了对家攻击己方核心领导的把柄时，这个小人物是死是活，有没有受委屈，已经根本不重要了。此时此刻，凌云彻对如意来说，不再是那个在冷宫里送面送炭的恩人，而变成了一块负资产，一个定时炸弹。海兰今天来，不是来探监的，她是来做危机公关的，而她给出的公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凌云彻这个污染源彻底从世界上消失。这种冷酷的职场切割术，在咱们老一辈人经历过的那些大风大浪里，还见得少吗？多少忠心耿耿的伙计，最后为了保全东家，只能把所有的脏水往自己身上一泼，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抹了脖子。这叫顾全大局，这叫成王败寇的铁血法则。可您再看凌云彻的反应，听完海兰这番诛心的话，凌云彻没有愤怒，没有喊冤，他那干裂的嘴唇微微往上一扯，竟然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他不仅笑了，他还强撑着那副快要散架的身子，艰难地转过身，用极其虔诚的姿态对着海兰手里那只梅花深深地磕了一个头。这一叩手磕得极重，额头撞在湿冷的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回响。他在想什么？他心里那块压了多少年的大石头，在这一刻终于落地了。凌云彻这人，这一辈子活得太憋屈了。他爱如意，但这种爱是不伦的，是僭越的，是见不得光的。他变成太监之后，每天看着如意因为他的存在而受到皇上的冷暴力，他心里的自责早就把他逼疯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滩抹不掉的狗屎，死死地粘在如意这双干净的绣花鞋上。现在海兰把一把刀递到了他手里，告诉他，只要你死了，他就干净了。这对凌云彻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恩赐。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副残躯烂命，到了最后关头，竟然还有一点点剩余价值，还能为他心里的白月光做最后一次遮风挡雨的伞。在现实的男女博弈里，这是一种极其悲壮，甚至带点病态的牺牲者情节。有些男人，当他发现自己无法用世俗的成功去庇护心爱的女人时，他会选择用毁灭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一场自以为轰轰烈烈的救赎。凌云彻这一磕头，就是签下了这份用命换命的生死契约。但凌云彻绝不是个白白送死的窝囊废。咱们这回书的最高潮就在这儿了。就在海兰准备转身离开，吩咐太监动手的时候，凌云彻突然叫住了他。他用那双沾满泥血、哆哆嗦嗦的手，从贴身的亵衣最深处摸出了一个小小的物件。那是一个旧的、已经失去了光泽的香囊，里头装着一枚红宝石戒指。
那是当年魏燕婉为了潘高枝狠心抛弃他时退回来的定情信物。凌云彻把这个带着他体温、带着他半生屈辱和怨恨的物件，隔着栏杆递给了海兰。他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沙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是扳倒那个贱人的罪证。各位看官，这一笔真是把人性的幽微刻画到了骨头缝里。凌云彻这叫什么？这叫将死之人的绝地反杀。他知道自己是斗不过皇上的，他也知道如意那高洁的性子是不屑于用那些下作手段去宫斗的。既然如意不肯脏了手，那就让他这个本就烂在泥里的人，在临死前把那把最锋利的刀磨好，交到海兰这个冷面杀手的手里。他在职场上是个失败者，在情场上是个可怜虫，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仅做成了如意的盾牌，还化成了刺向魏燕婉咽喉的一柄利剑。这说明一个人哪怕卑微到了尘埃里，只要他还有执念，他就能爆发出改写整个战局的力量。他把戒指交出去的那一刻，他跟魏燕婉之间那段纠缠了半辈子的孽缘，才算是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做了一个了断。他不再是那个被白月光抛弃的穷小子了，他是如意麾下最后一个以身殉道的死士。海兰接过了那个香囊，深深的看了凌云彻一眼，那一眼里终于有了对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敬重。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转身走入了黑暗中。不一会儿，几个面无表情的老太监拿着刑具走了进来。那是后宫里处决体面人的法子，加官进爵，就是用沾了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的糊在人的脸上，直到人活活窒息而死。凌云彻没有挣扎，他极其平静地躺在烂草堆上，任凭那冰冷湿润的纸张盖住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视线被完全剥夺的那一刻，他的世界陷入了极度的黑暗，可他的鼻腔里却依然萦绕着海兰留下的那股子淡淡的梅花香。呼吸越来越困难，肺里像是有火在烧，可凌云彻的脑海里却像走马灯一样倒回了多年前冷宫外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蹲在那个破破烂烂的窗棂底下，听着屋里那个清冷的女子安静地吃着自己凑钱买来的一碗阳春面。那时候的天真冷啊，可那时候的心真热。话说这凌云彻的人虽然是咽了气，但这后宫里的风波啊，才刚刚起了个浪头。咱们常说人走茶凉，可在紫禁城这地界儿，有些人的茶不但不凉，反而能顺着那股子冤气，把整座宫殿都给烫穿了。凌云彻临死前留给海兰的那枚红宝石戒指，您以为那是他舍不得初恋的旧物？那哪是旧物啊，那是他憋了大半辈子的一口恶气，是砸向魏燕婉这个权欲熏心的女人最重的一块砖头。海兰从慎刑司出来的时候，那步子迈得极稳，那只装了戒指的香囊被他死死捏在虎口里，就像捏住了魏燕婉的7寸。这时候咱们得把镜头往后挪挪，看看这如意是怎么受这最后一击的。凌云彻死后的头七里，如意就坐在翊坤宫那把雕花紫檀椅上，整整坐了一夜。您细瞧，他那手边还放着一只已经枯萎了的绿萼梅，花瓣都干成了焦黄色，风一吹，掉在那冰冷的金砖上，没丁点动静。如意这会儿没哭，他那双眼睛空洞的像2口深不见底的枯井，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痛到深处无泪流。他心里明白，凌云彻是为他死的，是为了洗干净他身上那层被皇上亲手泼上去的脏水。这在咱们人情世故里怎么论？这就叫血色的清白。有时候为了证明你的无辜，得用另一个人的命去垫底。这种债背在身上，那是比泰山还重，压得如意最后那点子对皇上的情分，也跟着凌云彻的尸首一起彻底凉透了。可最精彩的博弈还在后头呢。魏燕婉这会儿正在永寿宫里得意呢，她以为最大的眼中钉没了，
这后位就是他的囊中之物。可他万万没想到，凌云彻这根草根临了，竟然给他挖了个这么深的坟。海兰选了个皇上心情最阴晴不定的日子，把那枚戒指给亮了出来。您想象一下，当皇上看见这枚戒指，想起当年凌云彻一个穷侍卫，为了魏燕婉这么个身份低微的宫女，竟然敢去求皇上恩赏，而魏燕婉转头就为了富贵把他给踹了。这画面在皇上脑子里一转，那可就不是简单的男女私情了，这是在打皇上的脸啊！皇上会想，原来朕宠了这么久的女人，不仅心机深沉，连当初那点纯真都是装出来的，甚至连朕的御前侍卫都曾是他的玩物。这种被利用感和被愚弄感，才是对一个极其自负的老板最致命的打击。咱们细品皇上接那枚戒指的动作，他那大拇指在红宝石上摩挲了半天，那力道大的像是要把石头捏碎。这就是职场里的反向定罪。有时候敌人给你的最后一击，往往不是新鲜的黑料，而是你以为早就翻篇了的旧账。凌云彻这一手简直是神来之笔，他用自己的死换来了这张底牌的出场。他知道如意心软，下不去死手，但他凌云彻不用在乎名声了，他已经是个死得透透的鬼了，鬼还怕什么？他要把魏燕婉这层伪装成受害者的皮生生给撕下来。现实中也是这样，有些看似被挤兑走的老实人，走的时候一言不发，可他留下的那份交接文档里，可能就藏着足以让对头倒台的定时炸弹。话说这戏到了尾声，最凄凉的不是戏台子塌了，而是唱戏的人散了，留下一地没人扫的纸钱。咱们得接着聊聊凌云彻走后，那紫禁城里最残忍的一场心理反扑。皇上这人，咱们前头拆解过，那是多疑到了骨子里。凌云彻虽然变成了一捧灰，可他在皇上心里却活成了一个永远杀不死的鬼。您细瞧，自打凌云彻没了，皇上去翊坤宫的次数是越来越少，就算偶尔去了，两人对坐着，中间隔着的那张梨花木大案，简直像隔着一条波涛汹涌的忘川河。皇上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往如意身后的那些小太监身上溜，每看一眼，他那眉梢就抖那么一下，仿佛在每一个弯腰低头的影子里，都能瞧见那个叫小玲子的孤魂野鬼。这就是现实中老板最变态的心理。我虽然开了你，甚至毁了你，但我发现我最信任的下属心里竟然还有你的位置，这比你当面辞职还要让我发疯。咱们把这显微镜对准了如意，她这会儿已经不再是那个满心期待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小姑娘了，她的心在那一晚凌云彻被糊上桑皮纸的时候就已经跟着窒息了。这时候有个细节，您各位老哥老姐得听真切了。如意开始在那翊坤宫的小院里没日没夜的绣花，可她绣的不是什么龙凤呈祥，也不是富贵牡丹，而是那一株株清冷的梅花。她每下一针，那手指尖儿都绷得死紧，仿佛那针不是扎在绸缎上，而是扎在自己那鲜血淋漓的心尖上。有一次，皇上闯进来，瞧见那一屏风的绿萼梅，气得把手里的佛珠都给扯断了。那珠子在地上蹦跶的声音，像极了凌云彻临死前的求救。皇上咆哮着问他，是不是还记着那个阉人？如意这时候抬头了，那眼神冷得像数9寒天的冰棱子。他淡淡的说了一句，皇上，臣妾只是在绣一个清白。哎呦，这话绝了！在咱们处世智慧里，这叫以退为进的心理处刑。如意明白，皇上杀凌云彻，杀的是他的情敌；如意守着凌云彻的影，守的是他最后一点做人的骨气。他在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冷淡，告诉皇上，你可以掌控我的命，甚至可以割裂我的尊严，但你永远没法洗脑我的记忆。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在的家庭或者职场纠纷里，
当一方用极端的强权去霸凌另一方时，受害者最后的反击往往不是撒泼打滚，而是那种死水微澜般的彻底的无视。如意这种冷暴力是送给皇上最毒的药，他让皇上意识到，即便他是这天下的主，他也输给了一个卑微到泥土里的侍卫，因为那个侍卫到死都护着如意，而她这个丈夫却亲手毁了这份清静。咱们再看看那个在暗处吓得浑身发毛的魏嬿婉，她现在的日子可不好过，虽然爬到了皇贵妃的高位，可她晚上睡觉总能梦见凌云彻，梦见凌云彻在冷宫门口，手里端着那碗冒热气的面，眼神哀怨地看着她。魏嬿婉是个实用主义者，她这辈子都在为权力和欲望拼命，可当她发现自己就算爬到了云端，也还是被一个死人用一枚戒指给拽回了地狱的边上，那种绝望才是透心的。他开始疯狂地拜佛，在那佛像前头磕头磕的脑门子发青，可心里那股子阴气怎么也散不去。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亏心事做多了，半夜怕鬼敲门。凌云彻的那枚戒指就像是一枚钉子，把魏嬿婉钉死在了贪婪的耻辱柱上，无论他怎么洗，也洗不掉那股子寒酸气和背信弃义的恶臭。话说这紫禁城里的雪啊，是一年比一年大，可在那翊坤宫里头，冷的却不像是人间。咱们这回书说到了最后的一段余音，那是关于断发与解脱的生死局。凌云彻走后的这些日子，如意的身体就像那被秋霜打过的枯叶，眼瞅着就剩那么一口气儿在胸口转悠。可就在这时候，皇上又办了一件让天下人都戳脊梁骨的荒唐事，他在南巡的龙舟上，竟然为了寻欢作乐，大张旗鼓地招揽那些烟花女子。您瞧瞧，这哪还是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少年郎？这简直就是一个被权力的傲慢和心里的空虚给彻底毁掉的疯子。咱们细看，在那龙舟之内，红纱帐暖，丝竹声声，可如意走进来的时候，那脚步声却清脆的像冰块碎裂。他没看那些衣衫不整的女子，那双眼死死地盯着皇上那张因为纵欲和多疑而变得浮肿，甚至带点戾气的脸。皇上手里还摇晃着玉杯，眼神轻浮地挑衅着，仿佛在说：朕就是这天下的主，朕想要谁就要谁，你那点子死守的清高，朕早就看腻了。这在咱们现实的职场和婚姻里，那就是最典型的破罐子破摔式霸凌。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没法从精神上征服你，他就会通过这种极度的下作去羞辱你，想看你崩溃，想看你求饶。可如意没哭，她只是极其缓慢地、极其郑重地从腰间拔出了一把精致的小剪子。那剪子在月光下闪着寒芒，映出了她鬓边那几根不知何时爬上来的白发。就在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如意抓起自己那一头如墨的长发，没有半点犹豫，手起剪落，咔嚓一声，那把断发就那么直挺挺地落在了船板上。各位，您可听好了，这在满人的规矩里，那是国丧或者丧偶才能干的事儿。如意这一剪子，不是在剪头发，是在剪断他和那个坐在高位上的男人30年的情分。他这其实是在替凌云彻报仇，也是在替自己还债。他仿佛在说：你杀了我的知己，阉割了我的体面，那我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彻底休了你这个皇上。这一剪子下去，皇上彻底傻了眼，他那手里的玉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稀碎。他咆哮着，怒骂着，要把如意废为庶人，要把他关死在翊坤宫。可如意呢？他只是淡淡的转过身，披着那件单薄的斗篷，头也不回的走进了那漫天的风雨里。他的背影极其消瘦，却又极其挺拔，仿佛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被困在深宫里的皇后，而是回到了当年那个青涩的、敢爱敢恨的青樱。在现实的人生长局里，这叫止损。
当一段关系已经烂透了、臭了，哪怕你投入了半辈子的成本，最伟大的勇气也是在那一刻彻底放手，给自己留最后一点做人的骨气。如意最后死在那个只有寒梅陪伴的午后，他走得干干净净，没留下半句遗言。可凌云彻留下的那个香囊，却在那一刻由海兰之手稳准狠地拍在了皇上的龙案上。随着那些陈年旧账一笔笔翻开，魏燕婉这个害了凌云彻、害了如意、害了无数人的魔头，终于迎来了他最惨烈的下场，被皇上赐了千机药，反反复复的折磨，死得像只阴沟里的老鼠。凌云彻如果在天有灵，看到这红墙里最后剩下的这一地鸡毛，他到底是会笑还是会叹息？话说这紫禁城的大门一关，里头的戏散了，可这余音绕梁，最是苦辣咸酸。咱们这最后一回书，不聊那高台上的刀光剑影，咱聊聊这大戏落幕后那冷冰冰的人心债。如意走的时候，只带走了一缕青丝，可他留下的那座空荡荡的翊坤宫，却成了一把插在皇上心口上拔不出来的钝刀子。您各位细想，皇上这一辈子算计了天下，到头来他得到了什么？他守着那座冷清的江山，身边全是一群跪地磕头、满嘴谎言的奴才，而那个曾经敢跟他交心、肯为他受委屈的人，连同那个为了救他命，最后却被他阉割了尊严的侍卫，都干干净净的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这就是咱们现实里常说的赢了面子，输了里子，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咱们得细品皇上晚年的一个动作。据说他在临终前，在那养心殿的密室里，还留着一份已经发黄的图卷，上头画的是如意年轻时的模样，可那画角边上不知被谁不小心染上了一星半点儿的泥点子。有人说那不是泥，那是当年冷宫里泼出来的药汁，或者是哪个卑微的人在雨里跪着石涧上的泥浆。皇上盯着那画看的时候，手是抖的，眼里是空的。这种迟来的深情，说白了，其实是最大的虚伪。在咱们处事的逻辑里，这就叫无效补偿。人在跟前的时候，你把人家当草芥、当玩物，等人家把命搭进去了，你再在这儿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给谁看呢？这实际上是皇上在通过怀念来减轻自己内心深处那点子还没灭干净的愧疚感。而咱们那位草根英雄凌云彻呢？虽然在正史里他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可能就在那慎刑司的乱葬岗里化成了泥，可他在如意心里，在那只永远盛开的绿萼梅里，活得比皇上还要像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用那碗面结下的缘，最后用自己的命还了个清白。这映射到咱们老百姓的道理上，就是那句话：位高权重者未必有骨，卑微入尘者未必无情。凌云彻这辈子值了，因为他在这吃人的红墙里保住了那点子最难得的人性，也让那个最高傲的女人记了他一辈子。那是冷宫大雪之夜，一个落魄侍卫递给废妃的一碗挂面，到底藏着多少阶层博弈的冷灶心机？他为他受尽宫刑，从一等侍卫沦为小玲子，是深情入骨，还是权力碾压下的牺牲品？当如意断发，云彻命丧，这出关于尊严与救赎的博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赢家？翻开这段被皇权刻意抹去的历史爆料，带你透视紫禁城最残忍的职场潜规则。有些恩情真的能要了人的命。